景云年间盛夏，长安赤日炎炎，久旱无雨。何县城，这几日第7个了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者，死的也太邪乎了。坊间都在传，新君得位不正，破了长安的龙脉，招来了妖精旱魃，专吸老人的精魂啊！混账！敢在宫榭传谣，脑袋不想要了！何县尉，您看这尸首干枯萎缩，面部塌陷，仿佛全身的血肉都被抽干了一样，这跟旱魃杀人一样啊！什么旱魃作祟？分明酷暑难当，老人体弱，热死几个有何稀奇？倘若个个都要劳师动众探明死因，我们县械岂不是要疲于奔命？赶紧将这些尸首全都拉出城去掩埋。是。等一下。你是何人？来我长安县械何事啊？放肆！死者为大，岂容你擅动尸体？来人，速将这个擅闯宫榭的无礼之徒给我拿下！新任长安县尉韦涛。终于来新县尉了，见过韦县尉。原来是韦兄啊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早就听闻京兆韦氏门姻入室，何某在宫榭已恭候多时了。仵作验尸所得何在啊？啊，验尸？韦某刚刚查验了3具尸体，胸口皆有黑色漩涡状印记，这又怎会是酷暑致死之象？明明是中毒而死。韦少府初入宫榭，意气风发，何某不才有几句贴己话，愿听否？请讲。来，请。韦兄家学渊博，怀瑾握愚，只是这长安坊间的血污晦气、刁民诈术，恐怕你还一窍不通吧？这几名垂危老者本就风烛残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速请仵作验尸。韦县尉，这几名死者都死在你入职宫榭之前，何必往自己身上揽呢？侯丰年，这些应是连环毒杀之命案，你一区区县城，是要粉饰太平，要刻意隐瞒案情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草草掩埋尸体是要毁尸灭迹，荆棘种地，天子脚下，短短几日7条人命，你瞒得住吗？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长安县尉，在何城眼中，不过芝麻大的官，但朝廷赋予本官刑狱缉捕之责，本官将有案必查，有凶必擒，更不允许任何人罔顾律法，包庇凶手。来人，在！此西厅后院殓房之前，乃本官办案之所，将无关人等清出去。是。哼。哎呦，看着点儿！是，这刚走个苏无名，这又来个韦涛。是啊，这个韦涛仰仗自己出自世家，哎，您的面子居然半点都不给呀！像他这般书生意气、锋芒毕露，用不了多久，定让他撞得头破血流。果然是酒楼。见过韦县尉。医署药房可曾采购过一种叫鸠罗的草药？有。此药引自岭南，药性奇特，医署往年偶尔采购，用量极少，切需医署批准方可用药。这是为何？只因这鸠罗微量施药，可治活血化瘀、疏通经脉；过量为毒，可致全身精血枯竭、脏腑脱水，最后枯槁而死。上前来看，可是此草啊？就是它。这是什么书？竟记载得如此详细。南中一草志。中鸠罗之毒者，
胸口必留此漩涡状印记。这书中所描述与院中那些不幸老者胸口的印记几乎一致。凶手以鸠罗为药引，辅以其他烈性毒药，死者来不及呼救，便一夜之间脱水而亡，其状酷似被抽干了精血。医署中可还存有此药？没有，近年来医署未曾采购。那之前此药是从何处采购？此药颇为冷僻，整个长安城唯有甘霖坊药馆常年备有此药。甘霖坊。瞧见了吗？穿的素的，却遮不住那玲珑的身段呢。年纪轻轻就守寡。杀人者何在？住手！放肆！退后！我上去为病患缝合伤口，不管你是何人，有何事，都请你出去。长安县尉韦涛。县尉就可以私闯医房，耽误救人吗？出去！韦县尉，失敬。方才有目击者高呼“杀人行凶”，慌乱间误闯医房，还请见谅。方才是在为那老伯弯取腹中肿块，独身且急，耽误不得，故未能向县尉陈述缘由，也请海涵。我观那老者安然睡去，任你持刀切割。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方法？是事先给他服用了麻沸散，此方乃华佗所创，有镇痛、麻醉之效。这麻沸散里可有鸠罗一草？鸠罗？今日县尉，莫非是来此查案的？正是，我已查明这长安县内仅有你甘霖坊存有此草。不错，此药其鬼难控，确属细旱草药。甘霖坊也仅有少量存储，但管控极严。若非有医署开具的文牒说明用途及病患详情，医方是绝对不会对外售卖的。好，我要查的就是此草的储备和售卖记录。自当配合。冬青，售卖记录呢？你当本官不识草药？这分明是甘草根。景云元年7月初3，长安县医署王医正凭文牒取走了3000鸠罗。那这罐里本来的鸠罗去了哪里？冬青，县尉问话，罐子里的药呢？师娘饶命，县尉饶命！前2天药房失窃了，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，醒来。
鸠罗呢？鸠罗也没有了。那日我睡得出奇的沉，之后2、3天一直头昏脑胀。现在想来，定是那贼人行窃之前用迷香把我迷晕了。我怕师娘责罚，便找了些干草根放进去充数。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偷了这药，去杀人害命。你怎知此药害了人？啊，没死人，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既失窃，为何不报官？你看他作甚？难道是主仆2人合谋？大人冤枉啊！都说城南为渡，人才辈出。依我看，就是来了个无凭无据、妄下断言的草包。你说什么？韦县尉，不好了！悲田院那边又死了一个，死状跟之前的7人一模一样。悲田院，暂时查封这甘林芳，严密监视此2人的一举一动。是。哎呀，韦县尉，此间悲田院专门收容贫病孤老以及无家可归的乞儿，一向由西明寺承办，雍州府监管。至于这具体的事务嘛，巧了，刚好在本官的职责之内，就不劳韦县尉费心了。既然出了命案，本就应该本官出马。只可惜这悲田院，本该是彰显我大唐仁德之地。仁德，韦兄，妇人之仁了。此间老者，大多是风烛残年，百病缠身，毫无劳作之力，那是圣赏人心呐！耗费钱粮，供养这些无用之躯，徒增累赘而已。倘若这些钱粮用在修缮水利、抚恤边军，方可称得上是经世济民的大仁德。哦，还有那个死者田七，本就是个老乞丐，大热的天，尸首停放片刻，都会滋生瘟疫，应当立刻焚烧掩埋。此等小事，本官自会处置妥当。如今毒杀案频发，连这悲田院也未能幸免。本官身为县尉，又怎能因为对方身份卑微而草草了事？何县城再三的推诿阻碍，是要包庇真凶吗？这撞我，算不算他先动手？欺人太甚！县长，他胆敢冲撞上官，当去告他呀！即便他是京兆为士，又能如何啊？一律，你先收他职。哼！又是此毒，连同此人8具尸体，凶手目标明确，专挑华家老人下手。此间病患是何人照料？在，让下。小的沈渊，悲田院点药，近几日都是我为田七煎药送饭。昨夜可有可疑之人来过此处？未曾，昨夜一如既往，田七吃完饭便睡觉了。这药是你煎的吗？正是。药方呢？何处抓的药？没有药方，也不是我抓的药，是甘林芳焦神医带来的。甘林芳，焦玉。这今年蚊虫肆虐，这老叟本就体弱多病，会不会是被瘴毒感染的蚊虫叮咬，一命呜呼的？哎，您看，此处这大包，多像是毒虫叮咬所致。死者全身脱水而死，一夜干枯如柴，何等蚊虫又如此剧烈？你见识这般轻薄，怎配做这点药？老罗，县尉，去甘林坊
把焦玉给我带来。是。悲天使无咎，见过韦县尉。吴使君，早就听闻您放着好好的刺史不当，主动请缨这悲田院，更是在几年间将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惭愧啊！就好比这田七，上个月才被收容至此，由于没有合适的房间给他，所以只能将就在此。不想救，我这心里甚是自责呀。使君，昨夜可察觉有什么异常？若说异常，当时我正在卧房中静坐。那并非寻常笛声，也不像是好音律者吹奏怡情。那笛声极为怪异，尖细刺耳，响了3、5声便戛然而止。可是竹笛？并非一般竹笛那般清越。就是从那边传来的声音，特别刺耳，吵得我一宿都没睡觉。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？是，就是那个方向。今日来此，顺道走访了2名死者的邻居，他们称，当晚也听到了怪异的笛声，应该是凶手作案时传递信号所用。这么说，昨晚的凶手就在我的窗外。这一系列案件，绝非天灾，而是彻头彻尾的投毒谋杀。听着沈渊说，这药是甘霖坊的焦玉给抓的。他医术高超，为人慈悲，院里上下皆称他为神医呀。哦，不是让老陶好生歇着吗？他痨病未愈，怎能又让他出来干这些重活？使君，这劝不住，他根本就劝不住。他非说入冬了，要劈些柴火，给院里省下炭火。哦，他是老陶，院内最老实本分的人。哦，对了，他儿子在安西边军效力，他呀，就怕给院里添负担，但凡有点力气就抢着干活，劝都劝不住啊。来人，老张，老张，去歇一歇。官爷，这如何是得呀？这杀小了儿了。老张，保重身体。谢官爷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啊，光吃饭干不了活，心里头不踏实，对不住北田院的恩德呀。来，老张，去歇一歇。谢官爷，还不去给倒点水？哎，大人。哎呀，韦县尉真是爱民如子，仁德之心令人钦佩啊！只是你这一身才学，耗费在替老朽劈柴这等小事之上，算不算大材小用啊？此言差矣，你只见他年迈体衰，称其老朽；我却见他子嗣从军，为国尽忠。你只见他病体缠身，我却见他心怀感激，虽自身困顿，却仍为此地尽绵薄之力。悲田院供养老者，安度晚年，又岂能是小事？此乃朝廷之本分，更是社稷安稳之基石。好一番高论。韦县尉志存高远，本官佩服，只怕你这书生意气，真的能解长安之困。告辞。焦玉带到。此药无毒，药也是我开，无误。啊，昨天田七嚷着自己腿疼得厉害，
焦神医就来给他瞧了病，施了针，还留了药。病人吃了你的药后，当夜就死了，你作何解释？韦县尉想要我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为何每月6次风雨无阻来此义诊，还是解释我为何赠药给一个素不相识、满身恶疾的老乞丐？还是说，硬要把我药房所施之毒药和这具尸体勾连在一起？他的胸口上有中了鸠罗之毒之后留下的印记，我看到了，但甘霖方只悬壶济世，从不用毒害人。再说这悲田院有100余病患，田七只是其中之一。我常年来此义诊，若有害人之心，我何须等到今日？韦县尉不去追查那盗药贼，反来纠缠我，岂不本末倒置？若无其他事，便先行告退。韦县尉，请尽快解除对甘霖方的封禁，还有许多患者等着我医治，特别是重症患者。耽误1日，也许就是人命一条。你在威胁我？民女不敢。这个女医不好对付，不如我带回去用刑。嫡公弟子苏无名也是这么断案的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回大人，打蛇。今年长安酷暑，虫蛇比往年都多，得驱赶，省得伤了院里的老弱。哎，这田七生前为人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为老不尊，活该他一辈子孤苦。哦，远的不说，就说昨日吧。没了，针已经完了，你可以起了。无耻！人焦神医给他看病，他仗着自己年龄大老糊涂，就对人家动手动脚的，竟有这样的事！人命关天，你不可有半句谎言。绝无虚言。此事悲天石也知道，他还狠狠地训了田七一顿呢。确有此事，我刚才没讲，是想给那田七留点尊严。毕竟，死者为大嘛。韦县尉，先前7名遇害的花甲老者，曾有5名在甘霖坊找焦玉问诊开药，另外2人因行动不便，接受过焦玉上门诊治。2位仁兄，跟踪暗查，擅长否？擅长，要不是我们哥仨暗查相助，长安红茶案、3天楼大案，苏无名和卢凌风破的也不可能那么顺利。可惜老刘被大理寺借去了，要是我们哥仨联手，就天衣无缝了。无妨，韦某与2位联手，如何？焦神医，对，给你开的药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好。哎，焦神医，阿婆有好些吗？好多了。好，我开了一些新的药方，这3副吃完之后再带阿婆来复诊。是，谢谢您。焦神医，快请，快请。老伯，这针要留上1颗，取针之后就不会再痛。多谢焦神医了。他确实在给病人施针。焦玉，你这个凶手，杀我儿，拿命来！你还敢跑？我杀！